巧的是呢，这个对面啊，就是以前的旧的太古仓，也就是太古洋行在珠江的一个码头。那边呢属于海珠区，再往前去呢就是白鹅潭、三江汇合的地方了。这样的石桥呢，我们在广州市内，尤其是乡下地方啊，见过很多。你看啊，并不很宽敞的河冲，两岸呢都是绿意盎然。我现在呢就是走向的是已经开放的试营业的商业街了。这边呢是巨龙湾展示中心，相信如果开放的话，到里面去转一转，就可以了解当地以前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嗨，大家好！广州终于也有太古里了，这是继北京、成都、上海之后，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广场太古里啊。昨天广州太古里刚刚试营业，今天我们就忍不住来转转啊。今天应该是圣诞节的前一天，但是我在这边还没有看到有太多的圣诞方面的装饰，这跟上海那边的氛围完全不同啊。被称之为荒村的芳村，经历了几十年的等待，终于在这一两年开始启动一些大型的商业项目。这个太古里就坐落在芳村的巨龙湾，就是在珠江的后航道。我们来看一看这边面临的珠江，看看珠江边的这些风景。巧的是呢，这个对面啊，就是以前的旧的太古仓，也就是太古洋行在珠江的一个码头。那边呢属于海珠区，其实早早已经开发成了一片休闲的商业的区域了。那边有不少的餐馆、酒吧，还有一些小游轮停在那边。再过去呢就是鹤洞大桥了，就是连接海珠区和芳村现在的荔湾区的一座大桥。再看过来啊，对面呢都是海珠区临江的一些高楼了。一直往前看啊，就是有沙面的白天鹅宾馆。终于在芳村也有了像样的商业中心了。我们现在江边走走，等一会呢我们再去刚刚试营业的太古里商业街道再去走走。今天天气很好啊，25度的气温，在2025年的年底，还差几天，这一年就要翻越过去了。应该说，平淡的一年，也是大家等待的一年。等待新的一年里面会有一些转机，因为在这一年里面啊，大家没有盼到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没看见有增长的消费热点，房地产呢持续的下跌，中产变穷，大型的企业呢也收缩，或者有些干脆关门了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应该说这一年大家过得都比较的抑郁啊，都过得比较的无奈。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必须展望未来。
每个人呢都活在希望里面啊，也就是满怀着对未来的一些憧憬，希望呢明年会是一个经济有所恢复，信心会变得，信心也会有所增强，大家呢稍微能够看到一些前景，最终呢能够提振一下消费。这里呢以前肯定都是一些厂区码头啊，经过了好多年的施工改造，这里呢就慢慢变成了商业的广场。景观防汛墙，满足200年一遇防汛要求，并且做了一些美观的设计。左侧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江边的道路已经被打开，大概一直走下去呢，就可以去到3馆合一的白鹅潭大湾区的艺术中心。你看啊，这个边上呢有一些宣传墙，这里讲了以前的一些仓库的历史说这边有很多仓库，最早有英资还有日资，他们在这边造了很多的仓库，这些仓库呢慢慢被荒废，后来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片亟待改造的江边的区域啊。那现在呢就变成了太古里的范围之内。走到这边呢，已经到了太古里的边边了，这边应该是出到外面去了。这边呢就已经来到了珠江碧道啊，其实就是岸边的一条散步道。再往前去呢，就是白鹅潭三江汇合的地方了。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在太古里里面走走，就到此为止。我们还是再走回到太古里这个商业广场里面去。好，现在呢，我就从这个太古里的步道走回到太古里里面去。上一次我骑车到这边被人家拦住，但是那位好心的保安跟我说呢，没过2个礼拜就开张了。果然现在呢，这条道已经开放给老百姓，可以从这边呢走到太古里里面去。广州芳村的太古里呢，跟上海的前滩太古里是不太一样的。前滩太古里呢，基本上就是在一张白纸之上设计规划，放了很多现代的元素，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时尚的天地但是类似成都的太古里，它还是把以前很多的文化的遗存，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一些建筑物呢，包括它以前仓库所在地的珠江的边上的这些河景就融入到了整个商业天地里面就使得这边呢跟古今结合，传统文化和时尚结合。现在呢只是试营业，而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要等到它完全成规模，那我估计还得1-2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暂时先在它试营业的太古汇随意的走走逛逛也留下一些记忆。等到过几年呢，再来看看时候可能就会恍然大悟才能够了解它整个规划设计的理念。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广场并不是这个太古里呈现给大家的全部，更多的呢，它是展示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
还有就是曾经有过的一些故事，或者说它某些将要失传的人文，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休闲的去处，可以在江边看看景，在天气好的时候呢散个步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意义所在。当然了，对于一些接受时尚、追求时尚的元素的年轻人来讲，我相信这边也会是他们以后喜欢的闲逛、消费、社交这样的热点啊。而且这条江岸呢，以后一直会持续过去，去到上次我刚刚已经去过的辋川滨江天地，就那边呢，以前的老的船厂啊，有一些遗存，经过一番改造以后呢，也变成了非常舒适的休闲的地方。所以这边呢，我相信啊，未来应该是广州最舒适，可以让大家随意的行走、畅游的一块地方。这边就是很对吧？是这个扁的吗？中国这帮人都是第一种资料。江边呢，也是我相信也是利用以前的一些码头吧，改建而成的一层层叠上去的清水的平台啊，甚至还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大树。我觉得啊，这个芳村的太古里啊，它首先呢，它是在滨江区域珠江之畔，所以有水景，然后呢，有岭南的这种自然的味道。你看啊，这个地方有很多保留下来的古树，它们主要都是一些榕树。另外呢，从一些老的建筑的样貌来看啊，这边无论是保留下来的还是做旧的，都是一些以前的这种工业仓库的样貌。到了这边呢，我看到啊，还有一些老的建筑物正在维修之中，新的大楼呢也在进行建设啊，所以这边应该都还没有开放。当然，这块区域呢已经面积不小啊，我已经在江边，在太古里的外围啊，走了10几20分钟了。那总体感觉呢，还是占地面积很大，并且呢，整个环境啊就像一个公园。确实，我还只是在外围走了一下而已，还没有去到那些商店街里面去闲逛啊。一个是那边的人太多，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些商店街吧都千篇一律啊，没有太大的意思。
我觉得太古里给别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它的商业，当然它赚取收益的话，应该还是以这些商业界的商店啊，这些交易量相关的。但是我觉得它呈现给大家面貌呢，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中心，更多的呢就是讲述一段历史啊，展现文化的景观，就让人到了这里呢，感觉就是在广州，就是有岭南的文化的氛围。那我觉得这个是它这个商业中心跟过往和未来结合的比较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路过很多建筑物，有些还在围蔽之中，有的呢还在修建之中，但是雏形已现啊，就这些呢将来都是在太古里的整个范围之内，将来会随着这些以前的建筑物呈现给大家更多的历史人文的面孔，就大家身在其中呢，我觉得还是会非常的悠闲，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啊。这里有一座古桥，叫玉林桥。这样的石桥呢，我们在广州市内，尤其是乡下地方啊，见过很多。你看啊，并不很宽敞的河冲，两岸呢都是绿意盎然，很多古树啊都伸向水面，看上去姿态优美。当然，在这个河上呢，不仅保留着古桥，还新建了更多供行人通行的步道桥，这个边上呢，还在大兴土木非常高的楼宇还在施工之中。这里有一块石碑，专门介绍玉林桥。这个玉林桥，它的来源历史，当年还曾经是交通要道啊。来到这里呢，应该是首期开放的太古里最边的地方。转到这边呢，已经来到了11号线的地铁站大冲口站。方山大道上呢，还是有很多的围蔽的，所以我们还是按原路返回。从这边呢，再走回太古里的商业区去。不知不觉呢，我已经走了整半个小时了。虽然我还没有怎么去商业广场、商业的那些走廊去行走，但我在它的外围走了一圈以后，我就感觉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商业的广场，更多的呢，像是一条历史的胡同。就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呢，就好像穿越在时光的隧道里面。你感受到的呢，并不首先是商业的味道，更多的反而是这些历史的痕迹，或者千百年来传承下来一些文化的元素。现在我的门前呢，是协同和机器厂，相信以前是一个厂房啊。我们来看一看，这现在也是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里面呢，以后肯定也会进行商用，发挥这样的功能。但目前呢，它还是关闭着的状态。其实行走在芳村的太古里啊，就很像行走在徐汇滨江那边的一片商业街区。因为呢，也同样是以前的码头、仓库改建而成，当然更多的是新的一些元素，也有很多的走廊连接各个建筑物，并且都有江岸的风光。那这边呢，也类似。我现在呢，就走向的是已经开放的试营业的商业街了，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店铺入驻。这边呢，我相信大部分的房子应该都是新建的，就通过这种
古今结合，错落有致，建了不少的绿地小公园，大家闲坐的区域。那同时呢，又把时尚的品牌引进来，有很多让人看了就喜欢的一些商业的元素。虽然很多知名的品牌商店呢还没有完全的营业啊。再过去呢，又是芳村大道旁的大冲口的地铁站的另外一个出口了。所以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商店，虽然现在还没有营业，但以后呢，这边一定是非常热闹的商业广场。正对的呢是一座大楼，应该以后也会是商业的广场吧。是一家咖啡店。穿过一个过街楼，我觉得应该就回到了我刚刚出发的地方了。看到大部分的商店呢，其实还都在准备之中，都是coming soon，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可以把所有的店都开出来啊。但是老百姓已经等不及要到这边来看一看，喝个头啖汤。这你看啊，这家小商店，这家应该是卖冰淇淋的还是卖咖啡的店，门口已经座无虚席了。这边人流开始变多了，因为这是商店比较集中的区域了。就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不少比较新颖的现代建筑，同时呢也保留着以前建筑物的一种风貌，也可能修旧如旧吧，但是就是要把古今传统和现代两种元素统一在一起啊，这可能也是能够反映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岭南这边的文化，因为他们是非常乐意接触西方的文化，同时呢又非常执着地坚守本地的传统。所以我觉得走了一圈啊，感觉这个太古里它还是扎根于本地的文化，应该说整个设计的理念并没有错。原来这边呢是聚龙湾展示中心，相信如果开放的话，到里面去转一转，就可以了解当地以前是一个什么样子啊。老城市新活力啊，这个就是这边的主题。这个建筑呢肯定是复建的啊，就是按照以前这种当地传统的建筑样式样貌建成了一座专门介绍过去连接未来的展示中心。这个展览中心呢并没有开放啊。
去吃那个玉莲茶楼吧，就刚刚出来的。现在已经又回到了珠江边了，那我们还是回头再到商业区里面去转转啊，就结束我们今天在芳村太古里的闲逛。这边有大量的餐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店呢，应该都已经决定入住了啊，只不过就还赶不上开业，所以很多广告上面显示的信息都是即将开业。前面有个楼，我看上面有写啊，广府茶楼第一家汇庐楼，但是它的楼下是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啊。虽然感觉啊，这个太古里还是有些凌乱啊，毕竟才试营业第2天，大家很多车都是在马路上。刚刚见到我太太啊，她也是在这里，很多人等候的叫野林先生现做冰淇淋那边，给我买了一杯冰淇淋，所以呢，我不能等冰淇淋化了啊，所以也走得差不多了，就打算在这边呢结束我今天在太古里的市闲逛啊。这以后肯定会有很多聚会来的，虽然现在呢它也还不完善啊，可能才试营业第2天，我看这个路上车都停得满满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慢慢就理顺了，以后相信肯定会有地下的停车场。我们还是祝愿这个太古里啊，在这边能够成功营业啊，最终呢变成广州人喜欢的地方，大家都会热衷于到这边来打卡，不仅促进广州的商业，也提升广州的商业文化层次。好了，我就不再逛了啊，从这边呢去取我的车，然后我们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到这边来逛逛。相信小孩子回来他们肯定也是会到这边来打卡。好，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门再见吧，拜拜。